少年明明是天赋异禀的午休天才，娶一个经脉寸断的废物为妻，家族长老都在劝他退婚，然后迎娶荒天神女，但他却依旧拒绝退婚，甚至还送上无数灵丹圣药作为彩礼。在一切皆因江玄发现未婚妻本是小村落的天骄，却在某一天丹田破损后受尽世人的白眼奚落。但他有个神秘戒指，3部小说的都知道，是他喵托托的主角模板。如果是别说一个荒天神女，就算是神女背后的荒天神教来了，都得全军覆灭。因此，江玄猛然望向族老说道：“既然婚约已定，那我江玄就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。南宫明月就算修为全废，他也照样是我的未婚妻。希望能够转告族内，江玄难以从命，拒绝退婚。”古老闻言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可是一个废柴啊！就算他有容貌绝世之姿，也不值得你这样。江玄疯了不成？而且退婚之后就能和荒天神女结为道，未来家族不仅能够获得无上权柄，掌握长生世家凌驾众生之上，甚至2大势力的资源都能够倾注于他。修行路上岂能感情行事？族老袖袍一挥，低吼出声，神色凝重的对视。江玄却淡然摇头，抱歉，为意已决。你拒绝了退婚，获得天命主角的气运加持，成为大气运者，受到祖先的眷顾，血脉纯度提升，将在10天之内达到90%，成为当代江家血脉最强者。江玄微微一乐，自己终于激活了金手指，顺着凡逆者仙修行本弥天祈福，只能接按设定录入而为。你每打破1次设定即可获得奖励，但这系统提示江玄若有所思，难怪这18年来劫难连连。奖励落下，将全体内血脉咆哮。旋即他看向族老仪，正言辞道：“此事休要再提。就算南宫明月纵是一介凡人，我也会护他长生无忧。”便下了逐客令。族老，我有感悟，还请自便。离开江玄所在洞府，族老回到他们这一脉的宗祠，众多长老皆在此，见左老归来，都目露询问。族老欲言又止，不禁摇了摇头。萱儿不愿退婚，同荒天神女联姻，什么？长老们神情一致，那南宫家的女娃早已成了废人，哪里比得上荒天神教的神女？大长老脸色微微一沉，麻烦了，江玄若真拒绝了联姻，我这一脉必定会得罪荒天神教，这可抵挡不住荒天神教的怒火呀！世间整个江家掀起了惊涛骇浪，数万万族人无不向江玄所在洞府投去了不解的目光。江家4尊之一的江明浩在得到消息后，方向江玄一脉，心中满是疑惑，这江玄莫非是疯了？要知道荒天神教可是丝毫不弱于他长生江家的上古大将，雄踞一方神州，执掌亿万修士生死。这一代荒天神女更是觉醒了万年难得一出的玄阴圣体，身负之高，直逼荒天神教初代神主，更是不惜自降身段，主动向江家示好求婚，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此刻江明浩似想到了什么，朝族老说的：“劳烦族老向荒天神教释放一个信号，我江明浩同荒天神女神交已久，若有机会，愿能同荒天神女坐而论道。”古老闻言眼睛一亮，荒天神教被江泉一脉拒绝，脸上无光，如果传出去，或会遭到玄天界无数势力的耻笑。可若顺坡而下，江明浩和江玄同为江家4尊，江柱实力背景无论哪个方面而言比之江玄都丝毫不差。与此同时，江玄所在洞里澎湃的血脉力量撼动天地，无数玄妙的规则之力缓缓涌入江玄体内。江家4尊他虽一直占据上风，但据说江明浩最近机缘颇多，修为似乎已经反超了他。但血脉提升后的江玄自信依旧可以将其轻松击败。血脉浓度持续提升中，3日之后提升至80%。血脉蜕变将继承星辰老祖7星宝术。看着提示，江玄不禁感叹：金手指可真是个好东西。可紧接着，他想到退婚之事，某种泛起了丝丝苦恼。身处偏僻小城的未婚妻，明显是天命女主。这要是退婚了，他江玄分分钟就成反派小包子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干坐着，我得为自己的未婚妻刷刷好感度。原籍江玄取出宣纸，写下一些饱含关切的话，并郑重承诺，完全尊重对方。若对方没有解除婚约之念，他定不会言起。来人，为帝玄境的江家强者走了进来，跪拜行礼，见过江玄少尊。江玄亲手将信封上，同时取出一枚储物戒指，里面有他近些年来大半诸藏一并交予对方。江玄神情严肃的嘱咐导致仙鹤尽快将此信亲手交予南宫明月，切不可耽误。3家强者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洞府。唤出同为荣道境的仙鹤，乘仙鹤急速前往处于东神州边陲区域的南宫家族。你再度打破了1次设定，馈赠天命主角，铸就成长。未来南宫明月每一次提升感悟，你都将获得甚至翻倍。当玄眼睛一亮，对方提升自己，皆可获得对应提升。要知道对方可是天定女主啊，东西是不是再少了？江泉回味了一下，突然有点后悔。与此同时的玄天界系神州，一座苍茫的仙山横云云动。小小江家7人太甚，仙山之巅的荒天神主高坐荒天神殿之上，得知江玄拒绝联姻之事，顿时暴跳如雷，冷声喝道：“这路明天怎前往江家？问一问那江家江玄小儿，无荒天神女有哪一点配不上他？”神教上下一众天骄强者心中一颤，不明天尊那是一尊杀神，曾有一方一流势力不尊他荒天神将。著名天尊出关，斩其数万门人，覆灭道统，3大尊者老祖尽皆陨落。神主要陆明天尊出动，看来是真的怒了。没想到江家奈子居然敢拒绝联姻，众人无不义愤填膺。修行中人薄情寡义才是常态，为了一介废人放弃通天造化，除非那江家江玄是个傻子。显而易见，这分明是看不上他叫神女。且慢，这是一直安静立于一侧的荒天神女洛星兰连忙走出劝阻。原因本就是你情我愿，既然江玄不愿那边作罢，岂可强人所难？那江玄既然如此狗眼看人低，显然并非良配。神女为何还要向他说话？黄天神主注视着洛星兰，满是不解。若新郎心中略有无奈，他岂能不知此事损害了荒天神教的名声？可是江泉万万不能骄傲呀！
其实洛青兰乃是转世重生之人，前世他以玄阴圣体的无上之姿，一度带领荒天神教问鼎玄天界。在100年之后，荒天神教遭遇大劫，强敌来犯，偌大的荒天神教一朝倾覆，纵使他也战死当场。这一是为了杜绝此事的发生，他一直在寻求破解之法。但他转世重生，灵魂有所残缺，记忆被迫封印，只记得后世所发生的零星大事，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江家江雪。如果说他是横推一世的无敌天骄，江玄则是只手镇压整个玄天的至强者。甚至在他尚未突破真神的时候，张玄已经打破玄天界的秩序桎梏，飞升而去，追逐更高远的大道之秘。所以他想要寻求江玄的援助，帮荒天神教度过未来大劫。全集洛星兰看向荒天神主恭敬拜礼，是星兰太过任性，未曾探明对方心意，便执意联姻，以致让我神教蒙羞。星兰知错，望神主责罚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便做吧。此事先过去休要再提，这是我自有办法。是黑袍长老想到了什么，再度拱手吗？禀告神主，江家那位族老传递此消息的时候，在言明他那一脉4尊之一的江明浩同神女神交已久，想寻个机会同神女坐而论道。不知众人闻言神情皆是一动，他们又不是傻子，江明浩这是有意同神女联姻吧？若是这样的话，倒也不是不可，毕竟江明浩的天赋并不弱于江玄。黄天神主此时也将目光落在洛星兰的身上。若星郎眉头微皱，江明浩这是谁？没听说过呀，根本没有关于江明浩的前世记忆，可见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天骄罢了，还想和他坐而论道。不过青兰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，淡淡的吐出了一句：他也配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一脸的茫然。江明浩若是不配的话，那你为何非要同江玄联姻？他俩没什么差别吧？跪出大殿，若星兰呆坐在仙灵石玉上，一阵失神。既然联姻的方式已经宣告失败，那我该如何主动结交江玄，追随于他吗？做新郎恶狠狠地哼了哼，江玄当真这般重情重义，一个经脉尽断的人居然不离不弃。等等，南宫明月。洛星兰眸中泛散着深深的疑惑，这名字为何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难道这位南宫明月在前世里也是一位强者吗？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不能罢。与此同时，在东神州边陲区域的南宫家族，自从南宫明月跌落神坛1个月前，玉山府的强者才来过查探明月的伤势，见其依旧没有恢复之象，冷着脸拂袖离去，一并带走的还有他玉山府弟子的资格。于是家族上下就在猜测，长生江家或许不久便会来退婚。毕竟江玄作为长生世家最杰出的天教，岂能容忍自己的道理是一个已经无法修炼的废人？南宫明月闻言淡然走到江家强者面前，小女南宫明月，江家退婚，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。他本身对这份由父母强行定下的婚事就心有抵触，毕竟他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如今能退了也是好事，虽然这多少有些羞辱在其中。江家强者深深地看了南宫明月一眼，心中虽有疑惑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将信和储物戒指交给了对方。江泉少尊拒绝退婚的事，他也有所耳闻，但这是上层的事，轮不到他多嘴。结果信和储物戒指，南宫明月神色依旧平静如常，甚至连拆开信件的意思都没有。你无需气愤，待你重塑无上体质，崛起只是时间问题。戒指中的皎月仙子传音道：江家虽是传承悠久的长生世家，但你若功法大成，不是没有机会横压江家报今日之耻。近年的相处之下，他是真心喜欢自己这个传人，今日传人被退婚，他心中也极为不爽。但此刻那些年轻弟子此时的目光却别有深意，或许也有些同情，但更多的是贪婪。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在南宫明月手中的储物戒指上，这显然是江家退婚的赔偿，定有不少珍贵的修炼资源。螃蟹弟子南宫轻松走出，夺过信件和储物戒指，面带朝梦地道：南宫明月，你现在都是一个废物，这些修炼资源给你用岂不糟蹋？不如贡献给家族，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指指点点。南宫清风紧了，锦绣中的信件露出了冷笑：堂姐，江玄少尊的信你怎么不看啊？难道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被退婚的事实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堂弟代劳吧。撕开信件的同时，天地灵气涌出，当玄关切的声音缓缓响起：婚约已定，你是我江泉之妻，自当护女，待我成长起来，为你重塑踏足修行。全场顿时寂静一瞥，不是退婚吗？南宫青宗顿时瘫软在了地上。江家没有退婚，既然宫明月还是江家江玄少尊的未婚妻，那他方才所作所为岂不是在找死？小月仙子也一阵沉默，尔虞我诈的修行姐，竟还有人这般重承诺。随即催促南宫明月道：看看储物戒指中都有什么修炼资源，若是能有1-2株大药，我有把握住你在3个月内回归入魂境。南宫明月点了点头，神殿扫过储物戒指，顿时代之主太白青莲有清心安神辅助修炼之效，极火天草、火道王药等都蕴含大量火道灰子。南宫明月心中涌过一阵暖流，他跌落神坛的这1年来，可谓遭受了无数白眼和侮辱，却没想到这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不仅不嫌弃他已经成了废人，还如此鼎力相助。小月仙子也感知到了储物戒指中的王药气息，顿时大受震撼，竟然有数十株王药，这修行界中真有如此重情重义的人吗？此次南宫明月修为恢复，他有绝对的信心。江家强者听闻少尊的话，心中一凛，旋即释放自身地玄境的威压，横压四方，冷喝道：南宫明月乃吴江家江玄少尊未婚妻，如有人胆敢不敬，便是对少尊不敬，不敬者斩。神音如天雷炸响，响彻整个横月城，道场内外无数人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，没想到江玄少尊居然真的愿意娶南宫明月这个废人。而与此同时，一处府邸中听到江家强者响彻全城的警告声，玉山府府主脸色瞬间大变，江家竟然没有退婚，这下麻烦了。1个月前，他们玉山府才收回了南宫明月弟子的资格，是让江家知晓那玉山府将承受长生家族的无尽怒火。想到这，玉山府主立刻对大长老千里传音道：立刻恢复南宫明月那门弟子的身份，不得有误。
大长老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唤出异兽玉山雕，启程朝南宫家的方向破空而去。数炷香之后，大长老来到南宫家族，落入道场之中，扫视过众人，见江家强者在此联盟上天行礼。强者淡淡的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因为对方地玄境的修为而客气多少。纵是御膳府的府主亲至，也得给他行礼，因为他代表的是江家。大长老行礼之后，便转身看向南宫明月。府主见你道心坚韧，纵天赋尽世，仍不改求道之心，欣赏欲恢复你那门弟子资格，你可愿意？此言一处旁观的众南宫家族弟子神情一怔，1个月前不才取缔的吗？这么快又恢复内门弟子的资格了？之前这位大长老收回他弟子资格的时候，那副冷冰冰的嘴脸，他可是记忆犹新。南宫明月心中冷笑不已，他虽成了废人，但自有傲骨，先来之事不要演罢。但要开口拒绝，一道黄黄倒映自天穹上空陡然炸响。芙蓉，区内门弟子就想招收南宫明月这样的天之娇女，你御膳府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一点。一身着白袍的中年人脚踏一手赤火，无字云端落下，众人心中顿时一惊。青阳门门主悲清他怎么来了？这可是一位绝世凶人，曾经本是一介散修，却不小心招惹了御膳府，被御膳府下令追杀。但他愣是一路逢凶化吉，甚至连连反杀御膳府数十位天教，后来更是踏足天元纪，创建青阳门，同御膳府分庭抗。据说早在100年前，悲清便已经达到了半步尊者境。芙蓉迎声望却，脸色顿时一沉。悲清，吾御膳府招收弟子，与你何干？飞青自持火舞上走下。芙蓉，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啊！当年我欲拜入你门下，你却说我天赋不济，难堪大道，还叫人将我扔下了玉山。飞青双手背负，脸色微冷。3000丈高的御膳府啊，我当时还仅仅只是一个炼体技，所幸我活了下来，还有了如今的成就。昔日一位天之娇女当面，你居然只许以内门弟子，你说你的眼光是不是太差了一点？现场顿时一片哗然，原来悲清门主和御膳府之间还有这样的仇怨。芙蓉死死地盯着悲清，却无法反驳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开战吗？悲清呵呵一笑，开战你还不配。拨开芙蓉，悲清径直走向南宫明月，伸手递出一道泛散着金辉的火舞令牌。我欲收你为徒，将你列为我青阳门第一真传，你考虑一下。众人一震，这位也是为了南宫明月而来，紧张的气氛顿时松了下来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南宫明月的身上，第一真传了，若无意外就是钦定的下一任青阳门门长。可他南宫明月只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。副手立于一旁的江家强者此时深深看了一眼悲情，说白了还不是想通过南宫明月讨好他家少尊。南宫明月看着火物令牌，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抬头看向悲清，平静的，请问青阳门主是看中了我的天赋，还是看中了我的未婚夫人？此言一出，所有人皆是哗然，这么赤裸裸的说出来，你这不是在打人家的脸吗？还真以为人家看中了你废人的天赋啊！飞青也是一乐，但他也丝毫没有生气，反倒极为坦诚，7分讨好江家，3分看中你的天赋，若得江家赏识，与我青阳门有大比，莫可力压玉山府，成为这方圆万里唯一的霸主。另外，我也相信江家少尊的眼光，他认定的未婚妻定是天之娇女，这般大人物居然能这么坦诚，心中顿时对这位强者充满了好感，不再犹豫，主动接过对方手中的令牌，单膝叩首见过师尊。众人怔怔地望着南宫明月，顿时满心复残，当初的那个天之娇女好像又回来了。随后悲清则暂居南宫家，让南宫明月休整1日，明月一同回归青阳门。此刻南宫明月府邸的修炼室中，大家看着手中的储物戒指，久久无法回神。今日一切的一切，全都源自于他那位未婚夫，自己一定不能辜负江雪的厚望，还请助我修炼。小月仙子残魂飞出，许出离火天草，我助你炼化。若是我教于你的造化功法，可铸就涅槃之体，待到那时，绝不输于那位江家少尊，甚至有你忽悠你那未婚夫长生无忧，也未尝不可。南宫明月脸蛋不禁一红，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戒指，前击取出离火天草，沉下心开始炼华。片刻后，南宫明月周身涌起无数火焰刀纹，仿若一尊先天火灵，天火到灵体成了。此同时角月仙子的魂体变得异常淡薄，她本就是一缕残魂，如今为了帮助南宫明月铸造体质，神魂之力基本已经用尽，很快便陷入沉睡。数个时辰后，南宫明月的修为急速暴增，炼体1重、2重、5重，一气呵成，连破5个小境界。成功明月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戒指，心中愈加坚定，要继续努力修炼，尽早触碰到江泉的高度。转眼已是3日之后，距离江玄闭关魔鬼训练也整整5日过去了。自从他拒绝了荒天神教的联姻，整个江家此时都陷入了一种诡谲的气氛之中，生怕一旦荒天神教发动，会危及江玄争夺少族长之位。但作为当事人的江玄可无心顾及这些杂事，他现在正在感悟7星宝术。2天前，他血脉提升到80，继承了星辰老祖的7星宝术，这是一方窜算天际的神通，修炼至巅峰，甚至可以推演未来趋吉避凶。这时，江玄体内再度汹涌了起来，粘稠的血迹映红了整个洞府，血脉这么快就提升到85了，江玄脸上不禁闪过苦恼之色。血脉提升伴随着大量的能量，稍微一不小心，他的修为就会因此迅速突破，乃至破静脉入化灵境。但这并非他所愿，到期遇事魂后，日后的道途才会更加强大。江家另外3位少尊早已无法压制自身修为突破到的幻影，他的香玄却能引入神境的修为，稳稳压制另外3位化灵境的少尊，其根基之魂后可见一斑。江泉满脸红光，咬牙坚持，玩命地压制着境界。半个时辰后，江玄已经来到入神境的极限，此时再继续淬炼下去，反倒会伤及根基，只能放开心神，引导能量冲关破境。咚咚咚，瞬息间将血脉入神元脉。这时85%的血脉彻底放开后，引动江家始祖于这方天地留下的大道烙印，深邃的深空中，
古老又神秘的浩瀚气息笼罩长生江家万丈神山，皇家上下数万族人血脉颤抖，顿时跪拜在地顶里膜拜，无不目露崇敬，火热的凝望着天穹。江家后人的血脉浓度达到一定程，便会引动神祠将士为这位后人赐福，降下方家先祖的传承。上个纪元江家便有妖孽血脉返祖至83，横压无数强大体质，称霸一个时代。江家祖地迸发出数道腐朽的强大气息，魏巍曾叱咤玄天的老怪物被神祠所惊动，从沉睡中惊醒，睁开了苍老的神眸，浑浊的目光中泛散出深深的惊喜。血脉浓度至少也要达到85%才有资格引动绳子。后辈子孙中竟诞生了顶级的返祖血脉，吴江家妖孽切不可埋没，此等血脉可为少族掌握。此时神祠微微颤抖，一道虚幻的神像自神祠走出，目光穿透虚空，落在江泉身上，颇为满意的颔首一笑，随手一挥，化为3000剑气萦绕周身，剑气纷飞虚空，割裂引隔天地阵阵。这是剑祖姜泰，10万年前一剑青天斩真神的姜泰剑祖。张家族老窦然惊起失声惊呼，谢于为江家天骄顿时呼吸急促，满目艳羡。这位血脉返祖的族人究竟是谁？竟引动了姜泰剑祖的神香，为其讲道：这是姜泰剑祖舌灿莲花，犹如穷尽的剑道至理涌入江泉心神之中。数千江家天骄眼巴巴地盯着姜泰剑祖神像，知道剑祖正在讲道，但什么也听不到。血脉返祖引动神祠，这是始祖的福泽，但也仅限于血脉返祖的那一人，他们无权也无复旁听。2个时辰后，江玄陡然睁开了神眸，一指未见，一剑刺骨，无尽剑气洞穿虚空。姜泰剑主颇为赞赏的一项，吴江家后继有人旋即起身回归神祠，天穹闭合，恢宏的神祠也缓缓消散。江明号立于洞府门前，凝望天穹，脸色阴晴难定。此族人血脉返祖引动神祠，又得姜泰剑祖的剑道传承，加以时日孔威及吴少尊之位。江玄感知这剑意的奥妙，咧嘴一笑，血脉85变引动神祠，向下将太剑祖传授剑道，若达到90呢？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提示：南宫明月柱就后天火灵道体，你得到了对应的暴击反馈，获得火刀灵体即火刀之一。江泉琉璃一般的肉身顿时燃烧起了熊熊烈焰，万千火之道纹萦绕左右。江玄眨的眨眼，惊异溢于言表，天命主角果然就是不一样，这才几天时间，居然已经铸就了后天火道灵体。江玄内心一笑，加油抱我的未婚妻。此时江家神山中跟麦族老齐聚一堂，商议着如何寻出那位血脉返祖引动神祠的天。连沉睡在祖地的老祖都惊动了，要立其为少族长，他们不得不慎重对待。毕竟4尊及其背后各大脉系，可是为了江家族长之位争斗了10余年之久，一直僵持不下。如今出了一位天骄，要直接空降4尊头上，他们轻易也无法接受。麦族老商议了足足半日，而后拍定最终的方案，宣告江家上下10日之后将开启祖地试炼，胜者可获得血脉洗礼，并且立为少族长，江家共尊。这一时间，整个江家都沸腾了，争论了10余年的少族长职位，终于要定下来了吗？参加千百位天骄顿时全斗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贺麦也开始将游历在外的天骄紧急召回。素来静谧的江家神山日渐热闹了起来，座座先锋上时不时的会迸发出强大的气息波动，不少已经达到了化灵境。说白了，就是比血脉浓度、修炼能力还要好。周围境界以及大道根基，虽说85的血脉浓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人，但3个因素综合考量下，究竟谁能夺得少族长之位，仍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这一日，有恢宏仙舟划破云端，驶入江家神山，周身隐隐有妖魔厉声嘶吼，他临近的气息如潮水涌动，横压一方天地。是江北，江北回来了！江家中有人惊呼道。世间江家各大先锋，无数目光汇聚在的这位黑袍青年人身上。此人是江家青年一代仅次于4尊的天骄，血脉浓度达到了惊人的65。5年前踏足入神境巅峰后，出山历练，寻求突破化灵之机。这5年时间，不仅修为突破化灵境，并使游历东神州大半山河，斩杀近100位铜境妖魔，仿下了莫大威名，被好事者尊为江家剑子。据说江北早在1年前已经踏足化灵境7重。江北环视江家耿麦夫人，冷厉的双眸闪过幽光淡淡的。少族长之位非我莫属，这些年他磨砺出了剑心，有绝对自信媲美4尊，甚至超越。相加个麦天骄心中一灵，化灵7重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谁料在半个时辰后，暴力的龙吟声响彻江家神山，3条赤血蛟龙横冲直撞，驮着一座金绿辉煌的宫殿疾驰而来。各方惊动，纷纷投去了惊异的目光。赤血蛟龙乃身附真龙血脉的上古异兽，桀骜凶狠，非大能者无法驱使。这一次回来的是谁？居然能驱使3条赤血蛟龙！赤血蛟龙盘旋于江家神山上空，宫殿随之打开，2位仆人模样的老者拱着腰走出，周身自然弥散着地玄境的气息。要知道，放在外界的玄境可是驰骋一方的大梦。这位归来的江家天骄究竟是谁？却是一身着金玉道袍的俊秀男子漫步走出，周身仙玉萦绕，是乾坤少尊。江家上下全都诧异不已。江乾坤是4尊之一，3年前受困于境界桎梏而入世修行，整整3年音讯尽无。若非长生殿中令牌未遂，他们都怀疑乾坤少尊已经遭遇不测。没想到今日他居然回来了，将乾坤立于虚空之上，淡漠一笑。将乾坤已成阴阳圣地真传，如今修为跻身化灵境巅峰。1日回归家族，我不为别的，志在少族长之位，就算江泉连阴荒天神教，我也不会退让半步。谁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谁也拿不走。此言一出，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乾坤少尊居然成为了阴阳圣地的真传。青阳圣地乃是玄天界最为古老的圣地，据说在长生世家尚未诞生之前，阴阳圣地便已经称霸玄天界。而祖地试炼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江雪耳中。江玄的难道获胜者立为少族长？这次试炼终于要分的结果了吗？而这场残酷的祖地试炼也就此拉开序幕。接下来这几天，南宫明月美提升一分感悟，
江泉的修为也受到系统反馈的翻倍奖励。却是一人走进江泉的府邸，双手分呈上信件。黄天神女有幸传达。当玄有些疑惑地拆开信件，在古荒天神教内部，有一方遗落世界的世界碎片出世，其中或存在着大雄遗嘱、真神传承、成神之秘等造化机缘。我斗胆邀请江玄少尊半个月之后前来我荒天神教，同我进入其中。若是有幸获得世界树的种子，我愿赠与少尊。江玄娓娓一愣，这个荒天神女在搞什么鬼？自己都拒绝了联姻，还这么热情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么多好处，自己不留着白白送给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舔狗，就是拿人当傻子。